想起电影院就是无名，看陈尔导演的这样一部有质感的电影，也看几位演员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出。那我们都知道这次这个戏中有一些方言嘛，然后也听说这个传君是一国的这个上海话的老师，能不能现场还原一下这个教学过程？新你好，新你好，对，完全准的。对，下次。没有听懂，翻译一下。对，新年好。他说新年好。哎，你们听懂了？哎，你们这个直播没有设置链接吗？那其实是很遗憾的。其实可以卖票嘛，这样，因为好像不是直播都会卖票嘛。我们比较专注内容。好吧，当我没说啊。继续。那然后我们也很想听，就是再教一句这个大年初一看无名。你初一看无名，看无名。他是有语言天赋的，奇奇怪怪的语言天赋。喝点水。然后这个主创哥来自五湖四海，可不可以分别用自己的这个家乡话说一句这个大年初一看无名，或者类似的都可以。就是大年初一看无名，东北话也没有什么。对，我这就大年初一看无名嘛，因为我是语言能力特别差的人。大年初一看无名。中。啊，刚才大年初一看无名，一可带劲儿。好嘞，那大家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直播间的网友们要记得去看无名。那说到这个，就是这次各位演员的形象啊，然后刚刚一博有说了一个词，就是衣冠楚楚。其实三位都在片中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西装的造型，所以大家来聊聊自己的造型吧。从一博开始，就是说这个造型对自己的表演的一些加持啊，或者说对造型的一些想法。就造型真的确实能够更快的让我进入那个角色，更像那个角色嘛。尤其是造型的各个细节的质感都非常非常的好，领带就也那么多条，对。有被自己帅到？不会说到这个，我补充一下，他有几身衣服，包括他有一个特别帅的那个双排扣的西装，那个西装其实是给梁先生做的，然后呢，反正就给他穿了，确实非常帅啊。补充一下。就是大家我想看过各种各样的那种民国戏啊，从以前一些经典的剧啊，或者一些再早一些的那个电影，但是我们无名确实我觉得做到了，就是我们在穿上那个衣服，在镜头前呈现之前，我们也不觉得这个衣服好像真的那么好看的时候，你镜头前一看，觉得这个衣服原来做的这么好，然后反过头来会去跟我们的服装老师去交流。他们确实非常用心的在世界各地淘来了那个年代的一些东西，像领带啊，一些小的配件，有时候袖扣、火机那些东西，而且服装的颜色，包括颜色上一些暗暗的花纹，其实都是跟导演开会聊了很久，根据不同的人物的性格再去定制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导演其实是一个细节控。他会在最细节的地方帮助演员去更靠近那个角色，我觉得。我讲个那个不是服装的事儿吧，服装讲了不少了。我那个角色呢，有一场这个很重要的戏发生在日料店，然后当时我们几个人一起吃日料，包括梁先生和森博之，我们5个人。那场戏呢，其实我刚进剧组呢，拍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没有我的戏了，我就回北京了，就等着拍那场日料店的戏。然后因为同时我那会儿拍完了东北，再拍完了保你平安，在做后期嘛，我就很想知道那个时间是怎么安排的。有的时候联系剧组，我说什么时候到拍后面去上海的那场戏啊？说再等等。然后呢，问过几次呢，给的回答就是再等一等。后来我问我说是在等什么呢？他们说其实是在等一个从日本寄过来的那个榻榻米的那个垫子，要等那个东西。
因为导演啊，就是我想讲这个小故事，是因为想要讲这个剧组啊对于细节的执着，然后呢就在等那个榻榻米到来，但那段时间确实就是从国外寄东西是有点慢的，然后中间经历了无名其他的一些戏份的拍摄，终于等来了那个日料那个小店子，哎，到现场一看。那就跟你去日料店其他的店子，也差不多，就是反正就是那样的，都是那样的。你去一个日料店也是那样的，但是呢，你就是因为它这个漂洋过海啊，然后远渡重洋啊，这个时间悠长啊，你就总觉得它不一样，就觉得做上这个好像跟你平时去日料店它就是不一样。它好像就是每一个小的道具啊、场景啊，然后服装啊，都在帮助你进入到那个时候啊，那个质感的差别是极其细微的，极其细微，但是你心里的感受又完全不同。对，就是处处都透露着精致，细节上都是很精致的。那这次一博在这个文戏和武戏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先问一下文戏方面，就是很多镜头其实非常考究眼神戏嘛，你这次是怎么训练的？导演确实帮助了我很多眼神上的训练，跟技巧，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沉下来吧，更多的是沉静的那几天，让自己更加的心境去认真的投入，对。导演有没有补充？对，我觉得，第一是演员的准备吧，就是我们所有的演员会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第二，到现场，我觉得可能需要给演员更明确的、更明确的要求也好，或者是提示也好。对，其实我们需要因为大家有围读剧本的过程也好，大家有分析剧本的过程也好，但是你真正当你需要拍摄的时候，你需要把演员的表演记录到每一格画幅的那一刻也好，我觉得其实可能也许需要抽离出这些可以用语言去描述的部分，分析啊、思想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需要转化成一个更明确的那种要求，包括行动，包括动作，包括节奏感，包括整个表演的起承转合之间的这种变化，某种沉默，某种爆发，我觉得这个可能之前的剧本也好，分析也好，思想也好，这些都是铺垫，因为最终需要贯彻到行动，贯彻到动作。对，我们也是力图在现场去简化，去明确所有的关于结果的提示和某种指令吧。对，我是这样。那大家都知道杨先生的眼神戏是特别厉害的，这次跟他演对手戏有没有学到什么？有没有跟他请教一下？其实更多的是在监视器背后学习，对。所以这次也有跟他互飙眼神戏的一些部分吗？会有压力吗？表演神戏可能更多的是在打戏方面可能多一点，对，然后就是一场卡车上的戏，对，当时那个确实，压力还挺大的，因为不能很担心，因为自己的原因会拍很多条，所以有做一些准备，但是其实到了现场之后还是会很紧张，但是拍了之后就发现娜姐跟导演走过来之后就并没有说什么，就是这个心情一下就好了很多，对。那说到打戏，因为第一次跟影帝拍戏，然后就是要打他嘛，很多网友就很好奇说，一开始敢打吗？当然不敢打，对。但是而且在打之前确实也做了很多训练，对。但是拍起来刚开始的时候，确实真的还是
很不敢的，尤其是我记得有一个要推脸的动作，就很难下手。所以后来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敢下手？就打着打着就敢了呗。那这个整部电影其实给我的感觉是可能比较这种暗流涌动、隐而不发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沉稳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在表演上面，几个演员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就是你们会怎么找到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多的都是整个剧组的环境。就是导演会反复提到一个词叫稳定，包括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到剧组大家话很少，大家是进入那个状态下，自然而然慢慢的会去沉浸到那个时代、那个空间，包括那个光影下面，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创造。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导演其实为我们演员营造的一个更容易去相信的一种规定情境吧。包括刚才大鹏哥提到那个榻榻米的事情，所有的细节，他都把最真实的东西搁在你面前，你不会在那个现场怀疑，你不跳戏。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帮助。所有的人啊，都在一个语境里面，不会觉得谁是表演风格是完全跳出来的，这个是导演的一种能力。在《无名》这部电影当中，平衡的都非常的好，每个人都很要劲儿。同时呢，陈尔导演有他自己的审美，对表演的审美追求。经常性的，如果我作为演员去参与其他戏的拍摄，经常性的会被提示你要多给我一些，你要再多一点能量，你要再明显一些。在陈尔导演的剧组里面，这一次的创作体验都是反过来的。他不喜欢碎的东西，他不喜欢那些无关紧要的所谓你要去为这个戏去设计一下杯子在什么时候掉，你人的呼吸怎么调整。他喜欢生理性的东西。所以呢，他最多的提示都是稳定，稳定。每个人呢都沉下来，静下来。不要去设计，放弃掉你作为一个演员惯性的有一些你自己的表演惯性，然后呢，真真正正的做一个人，他会本能的自然的反应。如果一个人真的在恐惧、紧张，又或者听到一个东西事情很诧异的时候，他也许很难像我们传统的对于表演的认知，或者我们在哪些影视剧里面很习惯的看到他一个惊讶。如果被你看出来，那就是表演。所以他有他明确的不喜欢和喜欢和追求。那大家都在这个统一的明确上，就看能够怎么样去达到。如果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可以10次，然后直到导演觉得 OK。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呈现，它是一个非常有水准的集体表演。其实就是非常真实的一种表演。刚才鹏哥提到这个生理性的反应的时候，看这个传君和一博都点头了。所以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片场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分享的那些嘛，营造的那个东西就自然而然让我们相信了。那导演之前还有透露过说有一次连续拍了一博42个小时，想问问是为什么这么长？当时拍了什么？主要是因为场景的原因吧，因为我们拍到，那应该是快到冬天了，因为我们既要拍，户外的一些戏，也有他棚里的戏，对，我们已经想尽了办法在统筹上去安排，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最终我们决定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得他辛苦一点。但是我觉得还好，他确实他这个精力旺盛的一面，还是真的让我挺惊讶的。因为我总是在看监视器嘛，其实我困一点、精神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嘛，我只要还是能够看、能够去审视就好。但演员的不一样，因为我就说到这儿，我其实也会想说，为什么
我在拍戏的时候会那么去关注演员的情绪，那么强调整个剧组要安静，不要让演员的内心产生任何波动，因为我们都是幕后的工作者嘛。但是演员他是直面镜头，他是直接用他的身体、用他的情绪、用他的脸孔去表达，所以他有非常脆弱的一面。对演员，就是我觉得，你只有好好的保护到演员的情绪，他们才能够在镜头前呈现出你想要的那一刻，那一瞬间是非常珍贵的。其实我们从剧本写完之后到整个剧组建立之后，我们筹备也好，我们美术、摄影、造型，我们所有的部门的努力，它都是集中在演员在镜头前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有了，它就是好的；那一刹那没有，你其他的东西做得再好，你的场景再绚烂，你是号称自己的摄影再好，没有用的。离开了演员准确的表演，不可能是好的电影。对，这是我个人的认知。这种认知导致了我在现场，我会花80%甚至90%的精力，我都在跟演员交流，跟演员做朋友，体察演员每一刻微妙的情绪波动，然后去安抚，去让他们在镜头前能够实现我们所期待的迸发的那一刻。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除了剧本、除了剪接之外，整个电影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对，因为离开了演员，一切都是崩塌的。对。导演刚刚有讲了说一博这个精力旺盛，同时又很敬业，所以一博自己也来聊聊这个拍了这么长时间你的一个体验。对，像刚才导演说到，很保护演员。其实这次拍摄也有一次，就是，也有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就是可能要准备很大的情绪戏的时候，不会说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很耐心、很静静的等待着演员的情绪，可能之前会有一些负担吧，在拍摄的别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像大家都在等我准备这个心理建设，但是在无名的剧组里面就没有，大家都是会非常的尊重演员的感受跟准备的。对。好，那我们刚刚跟主创们聊了很多关于电影的故事，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新春了嘛，也有一个互动环节，然后给网友送福利。我们第一个互动环节呢，其实是这个就是征集了网友的这个征集了网友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我们选择了一些问题，就是请主创们就是都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给这个一博的，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导演就是在片上有让你自己去独处嘛，大家最好奇就是你独处的时候都是怎么度过的？就是看电影，吃饭睡觉看电影。看了很多电影。那再问这个传君啊，因为传君有说就是拍摄中其实有很多黑夜，可能就你当时觉得导演会设计一些反转，所以你最初演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角色的一个定位吗？其实不是那么的清晰，因为就像我们第一次拿到剧本，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名字啊，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但是就我100%的相信导演，任何他当下给到的东西，他都会找到一种适合的方式，让你们在今天完成这一段表演。可能当时你们不会知道为什么，但是导演会把整个故事串联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问大鹏老师的是，知道你在这个片场吃了很多道具，所以吃过最好吃的是哪一个？哎呦，都好吃，它是一套那日料，然后小碟子、小碗的，有好多种类，牛肉啊、鱼汤啊，都好吃。这确实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日料啊。然后再问这个导演，因为有看过，就是说，就片场有工作人员爆料说，您可能会跟梁先
先生两个人都坐在这个监视器前，就两个人都不说话，然后工作人员也不敢打扰。后来发现其实监视器上没有任何画面，所以大家很好奇啊，就你们在这个坐在那不说话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对，因为他休息的时候会去找我，就坐在监视器后头。我们大概会说，其实会说3到5句话，还是会寒暄嘛。但是我跟他寒暄的能力大概也就是3到5句，之后确实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监视器是开着，就比较幸运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哦，灯光在打灯啊，摄影现在在摇了一下，我们会有画面可看。但常常因为没有开机之前，我们监视器是关的，而且摄影是没有给我这边信号，然后那就确实监视器是黑的。这样呢，我当时其实就在看我，或者是看他在那个漆黑的这个屏幕上的倒影。然后我心里在想啊，这个打，马上我在祈祷这个摄影师赶紧把信号给过来啊。对，但其实这是偶尔比较极端的情况，因为常常被大家碰见，因为有时候他们剧组的人会进来找我，一看见都这么肃穆啊，两个人这么严肃，这么安静看着监视器，都会可能一步跨进来马上停住，然后一看哟，这确实都是漆黑一片的监视器啊，你俩干嘛呢？但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偶尔会搭讪，或者会聊天嘛，会化解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尴尬的沉默。其实习惯了之后，或者久而久之之后，你还挺享受的。因为我在拍完戏之后，我也跟梁先生有一些私自的相处。其实仍然是这样，可能他望着窗外，我也望着窗外，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偶尔会聊一下这个，聊一下那个。我觉得可能好多时候最终大家相处都是这样吧，一种尴尬的沉默也好，一种语言所难以抵达的默契也好，我觉得还是挺珍贵的。对，这种尴尬的沉默也是一种诗意。谢谢四位的分享。那我们这个环节就是要请主创为我们写这个福字。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这个导演写的时候，我们也跟其他3位演员老师聊一些。来吧，请。谢谢鹏哥。请着。先问一下这个一博，过年喜欢吃饺子吗？最喜欢什么馅的饺子？喜欢吃饺子，什么饺子都可以。什么馅都。不挑。那你过年在家是什么担当？可以选择的是厨艺担当、才艺担当、气氛担当、发红包担当等等。可能是发红包吧。哇，好想去你们家过年。所以传斌在家是什么担当？我谢谢，新年快乐。厨艺担当。来我家吃饭。我气氛吧。然后，刚刚这个导演给我们展示了这个福字儿啊。我们也会送给网友。然后我们这个今天既然来到我们微博的直播间，当然有个特色就是助力无名上热搜。那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热搜板，然后请主创们分别想一个热搜词，然后我们写在板子上，然后之后我们助力这个无名多上热搜。导演写就可以，然后其他几位主创来想这个。我是要写满吗？也可以啊，写满就都上。这都是。就主创们都想一些。对，我们都写嘛。哇，这个好难。写一个也可以啊。这感觉好像不太用想啊，每次这跟一博出来工作一宣传，一下去一拿手机，完热搜啊。
就昨天嘛，昨天那个无名是北京发布会嘛，有一个环节是拿一红包，那红包里面是一些什么热词儿，那我一下来我一看，怎么就热搜了？哦，不是，拿这个比写。那一博要不要想一个自己最想上的热搜？哦，我希望无名好。我写这个吧，在渐渐上升的热搜叫，你们叫微博直播啊，我们现在这个叫微博直播。其他几位老师也可以想一个，就关于电影的这个热搜词，也可以让导演都写上去。有什么惊喜吗？微博直播没有链接。导演想的就是卖票这件事儿，现在都是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们应该上一下链接，因为这样可以卖票。对。那要不一博也再想一个，我们关于无名的啊，就不用关于你自己啊，就不用写，你说一个就可以，我们许愿嘛。可能无名票房冠军。可以，一定要支持这个。对，那正好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送上我们这个大麦。写上，写上，鹏哥写上，对，来，鹏哥写上。我字不好看。鹏哥写吧，鹏哥写上。无名票房冠军。因为我刚才写的是上升中的，是微博直播没有链接，这个是第一，叫无名票房冠军。来吧，对，热一爆，热一爆。好嘞，我们要祝这个无名票房大卖，我们送上这个大麦桶。谢谢。那就请主创一起把这个大麦插进桶里面，然后也分别在最后推荐一下。放进去哈，来，耶，来吧，大家最后一起再推荐一下电影吧。推。这个微博的直播呀，是我们这几天做无名整个系列宣传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因为是面对面的，然后此时此刻的跟大家产生交流。刚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保护演员，是陈尔导演在整个拍摄期包括宣传期，他能够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你看他对每一个演员和角色的表达，对于梁先生的感恩、一博的关照，我们其实都能够感受到他的保护。在这里呢，如果是最后的发言，我特别希望这个时候我们站出来保护导演，因为是时候是我们挺出来，让无名有所收获，有所值得他这个内容的收获，才能够让陈尔导演能够一直拍下去，有动力的拍下去。因为我想看他的电影。对，其实我也是想说，希望无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对，就是导演，其实我们全组基本上都是挺社恐的。这2天对大家来说，我觉得都挺不容易的，包括各位也很辛苦，可能想问我们一点什么，我们真的是挺难完成这些内容的，但是实在是不忍心辜负太多人的心血和努力。
7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无名》绝对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而且是你可以在电影院里感受到一种震撼的一部片子。希望大家可以去看《无名》，谢谢。谢谢鹏哥，谢谢一博，谢谢传军的发言。对于我来说，其实，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认为我是一个太过幸运的人。有大家刚才的这些话，夫复何言？谢谢大家。谢谢各位主创，祝福《无名》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就是希望大家大年初一都去电影院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们度过这么愉快的1个小时，那也谢谢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对，我还想起来一个事儿，因为现在啊离大年初一还有几天，大家呢还在预售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所有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虽然今天咱们没有链接，但是呢票子也买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无名的预售一直是遥遥领先的，一直是第1名的。这里面呢有非常多喜欢一博的粉丝，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这么支撑我们，支撑一博。因为我呢作为导演跟一博合作了另外一部电影，热烈这部电影，所以呢，其实我作为那部电影的导演，我非常感恩王一博的电影第1部是从无名开始的，这个起点非常高。好，谢谢。谢谢。好的，谢谢各位，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谢谢。谢谢大家。谢谢。